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3周岁华诞，直播港澳台在这里祝您节日快乐。周五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充分肯定 C919大型客机研制任务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周五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习近平对大家表示：“你们是国家栋梁、英雄功臣，在你们努力下，大飞机项目取得了可喜成就。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继续合力攻关，要把安全可靠性放在第一位，消除一切安全隐患。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参观 C919大型客机项目成果展览，听取大型客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试航等有关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住宿查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着眼长远战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目标，选择正确技术路线，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好。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此前一天 ，C919大型客机完成全部试航审定工作后，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国务院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并 C919大型客机项目各参研、参试、参审单位和全体同志致贺电。在国庆节前夕，国产大型客机 C919完成全部试航审定工作后，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一流大型客机能力，是我国大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距离实现商业运营 ，C919还要迈过几道坎？来看看报道。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最大载客人数192人，最大航程5555公里，于2007年立项，2017年实现首飞。为了验证飞机的安全，我们开展了飞控系统、闪电防护、高强度辐射等系统级实验，也开展了全机级静力实验、疲劳实验、环境实验。C919飞机这次成功取证，意味着 C919飞机已经获得了进入民用航空运输的入场券。据了解，民用飞机的试航取证主要包括3个证件。首先，设计民用飞机需要取得型号合格证，以表明飞机设计符合适航标准和环保要求。其次，生产民用飞机需要取得生产许可证，以确保批量生产出来的飞机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在此基础上，每架飞机还需要取得适航证及准飞证，用以表明飞机处于安全可用的状态。适航取证既是国家法定要求，也是民机进入市场的前提条件，更是公众航空出行的安全保证。C919飞机取得型号合格证，它标志着我国具备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进行大型客机研制和适航审定的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据悉 ，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民航大飞机。全国24个省市1000余家企事业单位30万人参与了大飞机的研制。通过 C919项目，我国首次走完大型客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及试航取证全过程，具备了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研制大型客机的能力，拥有了一款可以投入航线运行的单通道干线飞机。我们将为全球的航空公司和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将为全球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的机会。为了更好地展示 C919大型客机的性能特点，央视记者专门近距离地探访了这个大家伙。国产大飞机 C919身上有许多独特的设计，就比如我们看它流线型的机头显得格外的秀气，尤其是
这4块大面积的曲面风挡玻璃显得格外的醒目，而其他同类机型呢，一般是采用6块风挡玻璃，我们用了4块，不仅玻璃的面积更大，可以给飞行员提供更好的视野，同时气动外形设计也更加的优异，在飞行过程中能够减少更多的阻力，实现这样一个流线型的这样一个设计。它整个这个阻力会比较小，因为流线的嘛，就是空气流通会比较顺畅一点，所以阻力上会更小一点。C919所采用的这幅巨大的机翼呢，是我们中国首次自主研制，也是当前世界民航领域主流的一种设计，叫做超临界机翼。这种机翼呢，造型结构十分特别，它能够有效的节省重量，同时呢，相比于其他翼型呢，它可以降低大约5%的空气阻力。所以可以说，它在飞行过程中既可以节省燃料，同时又能让飞机飞得又快又稳。在 C919飞机的设计上，超临界机翼与发动机机身之间还采用了性能更为优化的局部融合设计。这些设计进一步提高了 C919飞机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像我们这么大一个发动机装在飞机上的话，很明显就是它跟机翼之间是有个相互干扰的作用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为了把这个发动机对机翼的干扰降到最低，我们采用了一个融合的设计，最终我们实现一个对我们这样一体化以后的这样一个阻力小于它们2个部件加起来的阻力，真正实现了可以说是1+1小于2的这样一个效果。10月1号清晨，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神舟14号的航天员也从太空送来了祝福。向国旗敬礼！鲜艳的5星红旗在全场庄严的国歌声中缓缓升起。今天有21.8万名群众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不少市民都是从凌晨开始排队入场，很多市民戴着红色口罩，挥舞着国旗，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共同见证5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庆祝新中国成立73周年。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巨型花果栏吸引游客观光打卡。双喜临门，又是国庆又是20大，现在咱们国家这发展这么好，看看这心情不激动，幸福感满满。在深圳宝安机场，四面18米长、12米宽的超大国旗高高悬挂在机场，来来往往的旅客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看到国旗，我觉得很壮观、很漂亮，也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好。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大广场也举行了升旗仪式，由港人团体发起沪港同行迎国庆、庆回归主题巴士巡游，在上海中心城区穿梭运行1个月。上月初发生地震的四川泸定县也在集中过渡安置点升国旗。此外，神舟14号航天员也送出了祝福，这也是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为新中国庆生。周五，问天实验舱完成转位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由2舱一字构型转变为2舱 L 构型。这个月，我们即将迎来问天实验舱，我们也将在太空见证中国空间站的建成。感谢全国人民支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近日，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预祝中共20大胜利召开。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人民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里程碑。我坚信，有总书记同志的领导，有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必将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之际，请接受我最诚挚友好的祝贺，预祝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代表美国政府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3周年，表示和美国人民一道，祝福全体中国人民享受和平与繁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多国政要也送上祝福。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ir National Day
with my best wishes in relation to the country and in relation to the people of China. I wis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very happy National Day. 与此同时，我驻多国使领馆、驻欧盟使团相继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国庆。古巴官员在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平衡稳定、创造全球发展机遇的重要力量。中国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激励着其他国家。Agradecemos a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al Estado, al Gobierno y al pueblo chino su acompañamiento y solidaridad en todos estos años.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用中文送上祝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祝全体中国人国庆快乐。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韩国多位政要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发来视频致辞，向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并对未来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表达了期待。在德国柏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暨中德建交50周年招待会在中德两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德国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董事会主席安格拉·提兹莱特上世纪90年代就曾去过中国。他表示，中国过去数十年在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受到全世界的瞩目。Sie können mit Recht stolz sein auf ein Land, das wirtschaftlich gewachsen ist, das mit dazu beiträgt, Wohlstand zu schaffen, Armut abzubauen, aber auch Verantwortung annimmt und aufnimmt für den Wohlstand in der Welt und für das gemeinsame Abarbeiten der Herausforderungen, die wir haben, sei es Klimawandel und natürlich auch gemeinsam die Verantwortung trägt für den Frieden in dieser Welt.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第73个国庆节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向中国发来祝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本周举行的庆国庆招待会上，多位美国友好人士呼吁，希望两国一起努力应对共同全球挑战。当地时间周三，中国驻美大使馆在线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招待会。秦刚大使向长期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各界人士表达衷心感谢。他说，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中美拥有巨大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减少误解，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呼吁美中一起努力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上个星期我在纽约见到王毅外长和秦刚大使。王毅外长在讲话结束时使用了福克林的名言，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情留到明天。我很喜欢这句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努力面对我们共同的全球挑战。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表示，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规模和重要性毋庸置疑，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友好关系的基石。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的挑战，美国企业在中国表现良好，有近90%的会员表示在中国市场实现盈利。美国企业的成功与中国息息相关。As China has succeeded, so has America. 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了国务卿布林肯祝贺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的声明。布林肯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第73个国庆节之际，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去年在表达常规祝福之外，声明还特别提出，我们欢迎在健康、气候变化、禁毒和相互利益交汇的其他领域与中方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的1年里和平快乐。美国驻华使馆当天也转发了该则声明。布林肯的表态实际上也表明了美方呢，他也认识到在
卫生、气候变化等众多领域呢，其实呢也有与中方加强合作的必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卫生、气候变化、禁毒等领域呢，目前美方呢它确实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如果说没有中美之间的密切合作，美方实际上很难有效解决相关的问题。周四在新加坡举行的第9届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开门见山。Our message to the Chinese is let's talk, open these dialogues, and let's move forward. 伯恩斯当天还表示，美国并不想与中国脱钩。彭博社报道称，这标志着华盛顿正努力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此外，伯恩斯还称，美国需要在气候变化和健康议题上与中国合作，尽管双方在这些领域上存在竞争。深圳卫视注意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五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42个国家和机构的新任驻华使节和代表。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也出现了李克强与伯恩斯合影的画面。李克强在会见中强调，我们愿同各国在对话沟通中增进理解，消除误解，寻求共识，妥处分歧，拓展和深化合作空间，更好实现双赢、共赢和多赢。此外，美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近来也多次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气候谈判。他上周对彭博社表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仍有进展空间。本月初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克里还称赞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实际做的通常比说的更多。他强调，气候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2个国家能比中美合作做出的贡献更大。对于中美合作，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纽约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中美2个大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深刻分歧，这一点不会改变。双方从接触第一天起就知道是在和制度不同的国家打交道，这并未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开展合作，也不应该成为中美对立对抗的理由。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反思和改变以遏制打压为主线的对华政策，不要再试图以实力地位同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总想着阻遏中国的发展，不要动辄就搞单边霸凌，要为双方恢复正常交往创造良好氛围，要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中美关系无论是重启对话，还是回到正常轨道上来，需要美方真正的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及合作共赢。也就是说这样3项原则是中美关系未来行稳致远的基本保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国人迎来国庆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与多国领导人纷纷发来祝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也发出祝贺声明，强调欢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美西，共和国生日今天是个举杯飞歌的好日子。那么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共情时刻，可以缅怀，可以畅想，值得连接，值得托付。关于我们的家和国，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愿景。大国外长王毅刚刚在联大会场宣讲大国的理念与大国的作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始终是热点问题的斡旋者。那么当此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到新的动荡变革期，甚至大规模的战争与对抗还在欧洲大陆延烧之际，那么这样一个有作为、能扛事儿、敢担当的大国形象，自然是备受国际社会的期待与欢迎。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自国际社会的共同祝福如潮涌来。万水千山，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鉴于中美这一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分量与外溢效应，外界对美国国务卿的祝贺声明是尤其关注。有些人就注意到，对照去年的祝贺声明，今年布林肯多了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应对面临的重大障碍之时，我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包括健康卫生、气候变化、禁毒以及我们利益交汇的其他领域。王毅此前在美国知名智库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说时就强调，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合作还是对抗，这是中美关系的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布林肯的声明就强调，期待在中美利益交汇领域合作应对挑战。在中美关系全面承压的当下，无疑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布林肯列明健康卫生、气候变化、禁毒这3大领域，显然代表着美方的研判，认为这些是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益交汇线。
美方对这些个利益交汇线上的双边合作是有期待的，但是也必须要指出，纵使美方有期待，那么现阶段中美在这些利益交汇线上的合作大多已经陷入停滞，备受压力。那么这恰恰是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紧张现状的投射与表现。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中美在利益交汇线上的合作停滞不前、全面承压呢？中美欺骗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该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那么这就回到了王毅在亚洲协会演说时对中美关系根本性问题的剖析：是做伙伴还是对手？是合作还是搞对抗？那么这其中的逻辑是一贯的，也就是说，中方是基于全局的思维，是从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基本面来出发做判断、做选项。美国则不然，如布林肯本人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涉华政策演说时所强调的，秉持投资协同竞争三分思维，甚至呢已经将所谓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大国竞争推到不必要的一个高度，那么这自然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能承受之重。那么直观的表现就是中美关系荒漠化的加剧。我个人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最大的承压点还是集中在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危险的台海问题上。针对台海问题，有美国知名智库学者建言，美中应尽快恢复对话，而且强调要远离公众视野。对此提议，您是如何看？Paul Hanley 是美国走通政学两界旋转门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做韩磊。当过美国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现任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那么这家智库呢，在中国学界同样是名头响亮，和清华大学合建了政策研究中心。我注意到韩磊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形成于9月初，当时呢就曾经有包括新加坡《海峡时报》在内的国际媒体转发他的观点文章。但是昨天美国 CNBC 电视台在网站以显著的版位刊载，那么再度形成了接力的传播。韩磊强调，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应该尽快恢复对话，但是呢，他强调对话需要远离公众视野。那么 CNBC 也特别在标题中将他的英文表述 "away from the public eye" 做突出的处理。远离公众的视野意味着要秘密进行，就是要排除各种不必要的干扰，争取谈得开、谈得深。但是呢，在美国政界烂打台湾牌、成风成势的当下，做到这一条可谓知易行难。韩磊说，对话谈判要远离公众，那么公众又是怎么看的呢？前天公布的一份涉及到西方14国的调查结果很说明问题。德国2大智库马歇尔以及贝塔斯曼基金会针对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等主要工业国22133名18岁以上成年男女发放问卷，调查就显示，绝大多数人不支持本国在武统预设情境下军援台湾。就向台输送武器和派军援助这2个预设选项，那么受访者支持率最高的是美国，但是呢，也只有可怜的8%和7%，都是统计学意义非常有限的个位数。那么这不就是对所谓协防台湾的民意否决吗？美国政客不能装睡，更不能对此选择性的无视。当地时间周五，乌克兰根据加速程序申请加入北约，但北约方面没有给出任何信号，表明乌克兰将在战时状态被接收为成员国。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2场会议，分别谈论乌东4地进行所谓入俄公投以及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事件。而就北溪管道泄漏事件，俄罗斯已对西方提出了最直接的公开指控。周五，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对记者称，他们已掌握的信息表明，西方参与了对北溪管道的破坏活动，并且正在尽一切努力藏匿这次恐怖袭击的真正肇事者和组织者。俄方已经就此进行刑事立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公开讲话时表示，盎格鲁撒克逊人蓄意破坏。Но англосаксам уже мало санкций. Они перешли к диверсиям. Невероятно, но факт. Организовав взрыв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газовых магистралях Северного потока, которые проходят по дну Балтийского мор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сем же очевидно, кому это выгодно. Кому выгодно, тот и сделал, конечно. 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在俄罗斯代表团要求下，就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事件举行公开会。会上，俄罗斯代表指责美国应为此次事件负责，并提出证据。
但演习结束之后，美国的萨基山号两栖攻击舰没有离开波罗的海，而是一直到9月20号都是在丹麦的岛屿附近。从8月起，这个船只上面的直升机就开始系统性的去巡逻这岛屿附近的区域，而它飞行的这个路线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和天然气管道路线是吻合的。对这一指控，美国代表则予以否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方对此次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泄漏事件或将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继续动荡，并对相关海域的航运线路和生态环境造成持续影响，是一场令人痛心的巨大灾难。我们注意到，目前的信息表明，此次泄露不是意外事故，很可能是蓄意破坏造成。如果属实，这将构成对跨国民用设施和海底管道的袭击，违反国际法。我们还注意到，各攸关方均认为，对泄露事件开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十分必要。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在发言时均表示对此事件感到不安，并表示蓄意破坏民用设施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此次事件必须被全面客观的调查。现在目前最主要，我觉得是合乎正常的这种情况。对于调查取证，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相关方都有一定的动机去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联合国安理会当天还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反对乌东四地进行所谓入俄公投的决议草案进行了投票。俄罗斯行使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否决了草案。中国、巴西、印度和加蓬4国则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勋大使在解释性发言中说明了中方投票立场的4点原因，表示当务之急是要全力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为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留出空间。安理会作为国际安全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应当秉持公正、客观立场，优先用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斡旋调节工具，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安理会的任何行动都应当真正有利于缓和局势、化解危机，而不是激化矛盾、加剧对立。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周五根据加速程序申请加入北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议长斯特凡丘克和总理什米加尔签署了申请。Ми довіряємо один одному, ми допомагаємо один одному, і ми захищаємо один одного. Це і є альянс. Де-факто. Сьогодні Україна подає заявку, щоб зробити це де-юре, за процедурою, яка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нашому значенню для захисту всієї нашої спільноти у пришвидшеному порядку.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回应称，北约对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道路和门户开放政策上的立场不变。目前，北约的重点仍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对于北约的回应，外界认为值得玩味，因为没有任何信号表明乌克兰将在战时状态被接受为成员国。Then a decision on membership, of course, has to be taken by all 30 allies, and we take these decisions by consensus. 而美国的表态更为直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表示，现在启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程序不合时宜。美媒称，这是白宫向乌克兰泼冷水，明确表示不会支持乌克兰加快申请加入北约的要求。在俄乌发生冲突还没结束的这个时候，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因为这个时候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的所有成员国将与俄罗斯发生这个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且这其中有很多国家现在目前，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还比较紧密，所以有很多成员不会答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安理会周五连续召开2场涉及俄罗斯的会议，那您觉得对俄乌局势演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梅西你好，两件大事呢导致俄乌局势陷入死结，能够突破的呢，也许只剩下和平谈判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俄罗斯说呢是美国主导的，掌握了证据但没有公布。如果确实是美国指使干的，那么美国呢就失去了发言权，而且呢欧美关系将立即坍塌。俄罗斯呢将乌克兰东南4州变身成自己的加盟共和国，可能呢会迫使俄罗斯使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包括核武器。这呢让美国和北约的队伍军援
变成了进攻俄联邦的行动，至少呢，俄罗斯是这么设想的。但是呢，美国和北约呢，显然不愿意与俄罗斯直接的开战。乌克兰要求加快速度进入北约，但是呢，也被北约委婉拒绝，意味着美国和北约呢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规模。那么再打下去的话，那恐怕就是核战争。那怎么办呢？乌克兰呢要把东南4州夺回来，唯有靠自身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推进。但是7个月的战事呢，已经让乌克兰感到精疲力竭。即便有欧美先进武器的加持，那么乌军呢战力也是到了极限，没有更多的预备队补充，因此靠乌军这个抢回4州呢几乎无望。可以说呢，现在的俄乌局势已经从僵持呢进入到了死结，参与各方都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唯有和平谈判呢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这俄乌冲突的各涉事方都是进退两难，动弹不得。美国在联合国对俄罗斯发难的同时，还追加了对俄制裁，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还会为俄乌冲突火上浇油呢？美西方的严厉制裁在今年2月这个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后，就在不断的加码，包括金融制裁核弹和能源制裁核弹都用上了，也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的进攻，没有把俄罗斯的经济呢给勒死，可以说呢是手段用尽。那么现在的制裁呢，也只能针对个人和机构，这威力呢已经小很多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总统呢要捍卫北约国家的每一寸领土，而乌克兰呢并非是北约成员，显然呢不会拼命去捍卫乌克兰领土的。那么乌克兰呢试图通过快速通道加入北约，也被委婉的拒绝，这显示出呢美西方似乎在改变策略，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呢有所减缓。实际上呢，欧洲国家已经很头痛了，这个战争呢加剧了能源危机和高通胀，欧洲的民众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国内经济和如何过冬，那么对远方的战争呢不怎么关心。西方人呢是很实际的，不太会为所谓的价值观而去挨饿挨冻。欧美政治家呢是很知道民意对自己权威的影响力的。尽管现在美西方还在大声的鼓动这个乌军呢反攻，增加军援，收复失地，但是呢对乌军完全胜利呢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况且呢，如果俄罗斯手中真的掌握北溪悬案的证据，那欧美呢就真的不敢随心所欲了。我估计这个美西方和俄罗斯呢，恐怕在这个俄乌局势的死结之中呢，会消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招，包括和平谈判。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韩联社报道，美日韩海军周五在日本海公海海域开展反潜联演，这是3国同类型演习时隔5年重启。而美韩海军的联合军演才刚刚结束，其中包括美海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这也是里根号时隔5年再度停靠釜山港。作为对美韩近期一系列演习举动的回应，朝鲜在最近1周时间内4次射弹。据韩联社周五的报道，美国海军核潜艇安娜波利斯号在联演中扮演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假想敌潜艇，参演3方对其进行探测和追击，同时互换相关情报并确认互操作性。参加此次联演的3国海上装备包括韩军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美国海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率领的航母战斗群、日本海上自卫队朝日号驱逐舰。韩国国防部表示，3国军方综合考虑朝鲜潜射弹道导弹威胁、朝鲜潜艇的活动范围等因素后，选定了半岛以东的日本海公海海域。该演习旨在提升对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朝鲜潜艇的探测、识别和追击能力。3方此前也曾实施过该联演，将通过此次演练将韩美日军事合作恢复至2017年以前水平。美日韩曾于2017年4月3号在济州岛以南的韩日中间水域进行首次反潜联演。值得关注的是，韩日对时隔5年再进行相关联演的目的看法有所不同。韩方指出，3方将通过联演加强对潜射弹道导弹的应对力量。日方则表示，这次联演将加深日本与韩美海军之间的合作。另据推测，韩日有关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或在此次联演后提速。这种动向表明，在围堵中国这个问题上，美日韩双方的合作应该说还是有新的突破的。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这次演习的地点选择在独岛附近，它又进一步表明，在美日韩同盟这个问题上，
日韩之间的矛盾应该说是有所缓解的。在这点上，韩国是做了一些让步的，所体现的是同盟关系有新的进展。第三个的话，它表明在朝鲜半岛这个问题上，日本的话不会被边缘化，日本仍然从战略角度看是要插手朝鲜半岛的事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前联演无缝衔接另一场军演。从周一开始，美韩两国海军就连续4天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实施联合军演，由美国海军第7舰队下属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和1艘导弹巡洋舰、2艘宙斯盾驱逐舰等构成的航母打击群参加了这次演习。美军在军演期间还公开了里根号核动力航母相关的训练视频。今年以来，美韩逐渐恢复演习常态化，引发朝方强烈不满。韩联社周六报道称，朝鲜当天上午7点左右，从平壤、顺安一带朝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最近1周内第4次发射弹道导弹。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研判的数据，该导弹射程可覆盖位于韩国中清南道的陆海空联合基地基隆台。据分析，朝鲜此次武力示威针对美日韩前一天在韩国东部海域联合实施的反潜演习。周4晚，朝鲜还从平安南道顺川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350公里。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消息，朝鲜所射导弹疑似为被朝方命名为超大型火箭炮的 KN-25。由于该导弹有制导能力，美韩将其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此外，朝鲜在25号和28号分别从平安北道泰川一带和平壤市顺安一带向半岛以东海域发射1枚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和2枚短程弹道导弹。这2次发射的导弹被推测为具机动变轨能力的有朝版伊斯坎德尔之称的 KN-23系列导弹。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当地时间本周一曾针对韩美海军联合演习批判称，这是点燃战争导火线的行为。在周5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我们注意到外界的有关报道，也注意到美方等近期多次在本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半岛形势发展至今，主要的症结在于朝方的正当合理关切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我们希望半岛各方能够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均衡解决彼此关切。朝鲜这种试射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从朝鲜的立场来看，他认为朝鲜半岛的不安全因素主要的推手是美国。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对朝鲜的这种施压状况呢，朝鲜的安全是没有保证的。所以朝鲜是通过各种高精尖的武器的试验试射来向美国发出一定的警告。这个来显示的是朝鲜这个国家在半岛问题上非常强硬的国家意志。韩媒也分析认为，朝鲜试射导弹是针对美韩两国26号至29号的联合海上演习，以及定于30号进行的美日韩反潜联演。也有意见认为，这也针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朝韩非军事区。哈里斯于周4访问韩国，这也是继2018年2月平昌冬奥会后，美国现任副总统时隔4年零6个月访韩。访韩当天，哈里斯表示，美韩同盟像钢铁一样坚固。朝鲜28号试射弹道导弹的做法是明显的挑衅行为，我们认为此事非常严重。不过，外界注意到，哈里斯在到访朝韩非军事区，提及美韩联盟关系时，口误将韩国说成朝鲜。纽约邮报指出，哈里斯混淆了韩国和朝鲜的官方英文名称。So the United States shares a ver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hich is an alliance with the Republic of North Korea. 有美媒将哈里斯的口误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口误进行比较。就在今年5月，拜登访问韩国平泽三星园区发表讲话时，就曾将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错叫成文总统。香港各界也以丰富活动庆祝共和国73周年华诞，全港多区盛装过节，大街小巷悬挂着国旗与区旗，随处可见国庆标语，节日氛围浓郁。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第一次以行政长官身份出席国庆日升旗仪式。他在国庆酒会上致辞时表示，每逢国庆，
都见证国家发展一年比一年好，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足。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以决心、意志、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发展富强的道路。作为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升旗仪式上午8时许在新紫荆广场举行，在香港警察乐队演奏的歌唱祖国乐曲声中，护旗方队迈着整齐的中式步操步伐进场，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来到旗杆下。向国城真的。随着庄严的国歌奏响，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肃立，高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悬挂着大幅国旗和区旗，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驶过维港水面，喷洒高高的水柱致敬。我留意到，在刚刚的升旗仪式之前，香港警察乐队演奏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李旭浩谱写的《钢铁洪流进行曲》。这首曲子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首次奏响。我想，这无疑是来自东方之珠的致敬。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内出席庆祝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发展一年比一年好，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富足。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以决心和意志，以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发展富强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国家长期稳定富强的巨大成就。李家超说，香港回归祖国25年以来，取得了骄人成绩。一国两制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最佳制度保障。香港在开拓机遇、抵御冲擊的每一個關鍵時刻，總有祖國作為堅強後盾。香港現正經歷由治及興嘅關鍵期，我對香港嘅前景充滿信心。大家都應該為我哋嘅共同家園充滿信心，因為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係無可取代嘅。李家超表示，年初香港經歷第5波疫情時，中央全力支援抗疫，這是護港情切的中國速度民族關懷，香港民眾歷歷在目，不會忘記。李家超提到，今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到港出席回歸慶祝大會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禮，提出提高治理水平、切實排解民生困難等4點希望及4點堅持。習主席7月1號嘅重要講話，成為咗特區政府嘅施政藍圖。我會帶領我嘅團隊，竭盡所能，實踐主席嘅希望同埋要求，不負所託。致辭結束後，全體嘉賓起立，用熱烈的掌聲祝願祖國富強昌盛，香港繁榮穩定。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中聯辦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解放軍駐港部隊負責人以及香港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升旗儀式和慶祝酒會。而家我哋香港面對國際嘅環境，面對我哋國際間嘅角力，我哋香港係有一個好大嘅優勢，所以我認為我哋無論年輕人好，我哋專業人士都要拿捏好我哋自己本身，我哋自己嘅獨特之處，可以係發展所長。亦都令到我哋年輕人有上流空間。我認為呢，一國兩制到今天，我們呢將這個就是講抵禦外來更多的風險。一國兩制對今天對我們來說，我們不僅在香港要搞得更好，更要為祖國完全統一，我們要樹立我們的標杆，樹立我們的典範。國慶當天，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了升旗禮，78名3軍儀仗隊組成護旗方隊，穿過龍和道及天馬公園，走入中區軍用碼頭。200多名官兵參與儀式。中聯辦同樣舉行了升旗儀式，陳東、盧新寧等5名副主任出席。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也舉辦了升旗儀式慶祝國慶。香港多間大學也舉行國慶升旗儀式，在香港理工大學，由輔警組成的護旗方隊負責升旗儀式，近1000名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出席儀式。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文藝晚會晚上7時在紅磡體育館舉行。晚會以盛世騰飛、璀璨未來為主題，共設8大表演環節。參演者除知名演藝人員外，還有香港青少年、國家隊女排代表人物孫悅等。他們用藝術形式將祖國偉大成就與香港青年融為一體。
在澳门，特区政府早上8时在澳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贺一诚主礼，澳门中联办主任郑兴聪、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刘显法、解放军驻澳部队的代表以及特区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和社会各界代表出席观礼。贺一诚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澳门身处100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经历风雨挑战之后，居民更深刻认识到澳门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而受疫情影响，澳门今年的国庆欢乐跑继续取消。